时间已经过了，昨天是全人类离开蓝星的日子，为什么我会睡了整整1天啊？恭喜宿主觉醒了最强人类系统，即将为宿主灌输远超蓝星文明的科技知识。什么？最强人类系统？这就是脑中充满知识的感觉吗？可我要这么多知识有什么用？请宿主注意，1个月后，蓝星的远古文明将会复苏，巨兽将会重新占领地球，毁灭人类文明。系统将会帮助宿主组建机甲大军，抗击巨兽，守卫人类文明。没想到，守卫人类文明的重任竟然落在我身上。请宿主首先前往实验室，将力提升到超人级。制造血清，那我得去化学研究所才行。一群野狗。糟了，我成食物了！欢迎收看由全球10大财阀联合打造的实时真人秀节目《最后人类》。本节目会在5大国中各随机抽取1位国民作为参赛选手，节目组会为选手创造出全世界只剩他1人的假象。期间，每名选手的表现都会被节目组记录并打分，最终结果将影响其所在国在接下来20年的能源分配。让我们共同期待，在末世之中，每个国家的选手会有怎样的精彩表现。张部长说是随机抽取选手，其他4国要么抽的是运动员，要么是退役特种兵，凭什么给我龙国抽的是个文科大学生？张部长，这就是其他4大国为龙国精心准备的骗局，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让叶凡代表龙国在全球人面前出丑。这群混蛋，只希望叶凡这孩子的表现别太难看。不过毕竟是个文弱书生，他的特长在末世中怕是毫无用处。是群野狗！不好，叶凡有危险！这小子就是个只会读书的废物，不可能跑得过野狗，他这下死定了！就是这样，把那个龙国的低贱猴子撕碎吧！完了，没想到我们龙国开局就要被淘汰，丢人丢大了！不，叶凡还没有放弃，你们看。还好还好，看来叶凡反应力还不错。躲到乌龟壳里又怎样？他又没有车钥匙启动，早晚得被野狗咬死。有系统给我的知识，就算没有钥匙，我也能把车启动。不到2秒就接上火线把车启动，谁说他是文科生的？叶凡干得漂亮！太牛了！没想到他一个文科生还有这本事。张部长，资料显示叶凡就是个历史系的普通学生，没想到他对汽车电路这么了解。这小子干得不错，帮我们狠狠打了花国代表的脸，就看他接下来会干什么了。化学研究所，叶凡他不去寻找物资，来这地方做什么？他一个文活生，来这里完全是在浪费时间。没错。有这时间去超市收集点生活物资不好吗？我看就是这小子接受不了现实，想来这地方找借口逃避吧。毕竟你们龙国人骨子里就流着懦弱的血。没错，有些人就是没骨气，只会盲目认输。给我闭嘴！花国的垃圾没有资格侮辱我龙国。随时准备弃掉，如果叶凡真的吞药自杀，立刻让人阻止。好。已将超级人类血清的制作方法输入素脑中。需要的材料都有。报告张部长，我已到位。最后一步，需要我自己的血液。这小子不是个文科生吗？他在搞什么东西？给自己抽血？难道他在制作血清？张部长，准备完毕，我们马上破门控制叶凡。慢着，先撤退！这怎么可能？就算是化学专家，也很难掌握血清的制作方法。叶凡他一个文科生怎么会？快看，叶凡要用小白鼠实验了！看什么呀？难道你还真指望他一个文科生能配出血清？
在末世里不想办法收集物资，反而在这儿搞莫名其妙的实验。我看这小子是受不了刺激，已经疯了。难道叶凡配置的是战斗血清？成功了！我去，小白鼠注射血清后直接变成叶问了。什么？真让他配成了？八嘎！真的是战斗血清！史蒂夫，这不是你们英国研究的东西吗？龙国人怎么可能掌握这项技术？我们英国的血清研究这么多年从未成功，怎么可能被龙国一个文修生破解？我不相信。张部长，真的是战斗血清。如果这项血清足够稳定，那叶凡简直是颠覆了整个蓝星的生物科技。这个血清能大大提升叶凡在末世中的生存能力，而且这血清若是能够量产，我龙国的军事实力定能超越蓝星所有国家。喂，英国的，给龙国人找点麻烦。游戏难度提升，每个选手所在城市的野生动物园已全部开放。动物园开放，那野兽就会全部进入城市，没说过有这种规则啊！叶凡所在的位置离动物园只有几百米，而且那是全龙国最大的野生动物园。这项规则就是为了针对叶凡。这说他应该先去收集食物的，就算配置了血清怎么样？一旦被野生动物困在这里，迟早会饿死。不过叶凡现在有战斗血清，应该一个瘦弱的废物，就算注射了血清，也不可能与野兽对抗。看我们花国的选手，野兽只是他的食粮罢了。地震了？不对，是从动物园逃出的犀牛，正好试试这血清的力量。竟然是犀牛群！赶紧跑啊，叶凡！跑啊，跑啊！这时候注射血清还有什么用？这废物不会是想与犀牛摔跤吧？人类的力量怎么可能与犀牛抗衡？这废物要被犀牛踩成肉酱了！血清带给我的力量，比我想象中还要强大。来吧！叶凡在干什么？太冒险了！我不敢看了，难道咱们龙国要输了吗？这愚蠢的废物！你们龙国人自古以来就是这般愚蠢！给我停下！什么？给我回去！不愧是最强人类血清，有本事接着来啊！哟，还真敢来啊！拜拜了您嘞！单手甩飞犀牛，这简直就是超人！那头犀牛最起码重达2吨，叶凡就这么把它甩出去了。数据出来了，按照叶凡原本的身高体重推算，他所制造的血清让他的力量增强了300倍。300倍！如果这是真的，那这血清的力量绝对远远超出人类范畴，而且这还是一个龙国文科生研制出来的，这种事怎么可能？作弊！这绝对是龙国在作弊！这种事情怎么可能？我要抗议！一定是作弊！龙国这种低贱的人种，怎么可能研出这种血清？没错，就连我们大英国都没有研究成功，他一个文科生怎么可能研究出来？一定是龙国提前安排的！都闭嘴！梅川先生，将叶凡一个文和生定为我们龙国的选手，不正是你们与10大财阀勾结的成果吗？敢问我们龙国该如何作弊呢？你们龙国给我等着，最后的赢家一定是我花国！只会嘴上逞宁的花国人。张部长，我越来越期待叶凡接下来的行动了，不知道他还能带给我们多少惊喜。城市电力系统即将汤块，请宿主前往核电站制作核能供电系统。核能供电，那不如制造一个便携式的微型反应炉，以后用于给机甲供能。有系统给予我的知识，我可以轻松制造出来。叶凡他去核电站干什么？张部长，针对叶凡的行为分析发来了，可是什么？你快说！犯罪心理专家分析，叶凡作为最后人类获得超出其认知的力量，他很可能觉得人生无趣，想引爆核电站与龙国同归于尽。什么？
怎么回事？画面怎么没了？信号没了！叶凡直接进了核电站地下核心，难道他真的要？以叶凡现在的力量，他恐怕一拳就能打爆核电站的地下核心。张部长，是否联系特工阻止叶凡？以叶凡现在的力量，就算派一支军队也阻止不了他。我们现在只能祈祷。一个废物获得力量后，变成了要与世界同归于尽的疯子。天助我花国，你们龙国要灭族了！叶凡，你可千万别做傻事。根据系统给我的知识，我想要的微型反应炉应该是这样。成了，这一个微型反应炉的功能效率足以抵得上10个核电站，让我未来的机甲变成永动机都不是问题。但制作和量产似乎是个问题。检测到宿主所在实验室具有机械制造条件，宿主可编写一个真人 AI 程序，为宿主自动制造微型反应炉。真人 AI， 那我不得做个美女 AI 出来养养眼？快看，有画面了！叶凡他没有去地下核心，这是在核电站的地下实验室。这里可是有着龙国最先进的机械科技水平，难道叶凡他是又想研制什么？叶凡一个文科生，能研制血清已经是天方夜谭，我就不信他还能懂机械科技。要我看，他就是在写遗书吧。明明已经依靠血清获得超人一般的体质了，只要收集物资建造庇护所就能坚持到最后的，为什么还要浪费时间在这里？等他发现搞不定，应该就能迷途知返了吧？这是什么东西？难道这是叶凡设计出来的？我现在就发到专家团那边。要我看，就是叶凡这小子精神错乱瞎画出来的。你们龙国人还在这当个宝贝？不可能！这不可能！怎么了，史蒂夫？你能看懂这小子画的东西？这是微型核反应炉的设计图，这项困扰我们英国研究所50年的难题被这个龙国人解开了。什么？史蒂夫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那个叶凡就是个文科生，他怎么可能做到那种事？我也不想相信，但事实摆在眼前，这个文科生已经接连创造2个奇迹，他绝不是个普通人。他们说的是什么意思？叶凡画的这个东西比那个血清还厉害吗？张部长，叶凡刚刚画出的设计图是困扰英国50年的微型核反应炉，但这一张图纸就足以颠覆全球能源体系。全球各国研究几10年都没有突破的技术，叶凡随手就完成了。这东西的功能效率相当于3个大型核电站，足以改变整个蓝修的能源格局。什么？你的意思是就这么会儿功夫，叶凡一个人把英国一群科学家50年的活给干了？张部长，叶凡现在展示出的价值已经超越蓝星历史上任何一位学者，我申请现在就让叶凡退出节目，这样的人才绝不能出现意外。不行，这场节目已经上升为一场国际战争，如果龙国率先退赛，对我龙国声望影响极大，更何况以叶凡现在的状态，怕是没有任何事能让他发生意外。救命！救命啊！该死！解锁动物园不是为了针对龙国选手吗？为什么我相国选手会被淘汰？别生气，万八兄，换个地方说话。这个叶凡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场节目的目的不应该是让龙国出丑吗？让龙国出丑的事已经不重要了，现在重要的是叶凡研制出了战斗血清与微型核反应炉，这样的科技成果绝不能回到龙国。那现在能怎么办？这个叶凡已经是能单手甩飞犀牛的超级战士，难道要直接对龙国投射核弹吗？这确实是个办法，但如果真的投射核弹，必然会掀起世界大战。各位别忘了，除了我英国，龙国可也有核弹。我有个办法，我手下有一队死士，我可以派他们去暗杀叶凡。花国死士，你的意思是要靠手里剑杀死一个能单手甩飞犀牛的超级战士？德木先生有所不知，这几位死士能完全隐藏在暗影之中，专门执行暗杀任务，而且他们的武器上都淬炼致命毒素，只要稍微触碰就能让人立刻丧命。你们花国竟然还有这种可怕的东西！这样的死士我共有10名，他们一起出动，定能拿下这叶凡的小命。不过嘛，如果龙国到时提出抗议，还请各位为我花国说话。没有问题。让我们一起为打压龙国干杯。叶凡到底在干什么？他已经在电脑前不吃不喝做了1天了。看起来他好像是在编程。编程？叶凡他一个文科生怎么会的这么多？全龙国怕是也找不出像他这么全面的人才。叶凡他到底在干什么？这都浪费了1天时间了，别的国家选手都已经建好庇护所了。他好像有点太钻牛角尖了，总去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。完成了，女娲，现身吧！
叶凡主人您好，我是您创造出的真人 AI 系统，我的名字叫做女娲。已将真人 AI 女娲的意识与系统链接，宿主可通过系统直接对女娲下达命令。这又是什么东西？叶凡这是用电脑造了个人出来。叶凡这是编写了一套专属于他的真人 AI 系统。这套系统龙国科学院也有，但看起来远没有叶凡的智能。而且科学院那套系统编写整整花费了3年的时间打磨，叶凡他编写这个女娲只用了1天。叶凡，你到底还有多少惊喜在等着我们？原来叶凡喜欢的是这种类型，太牛了！叶凡到底怎么做到的？从血清到微型核反应炉，再到真人 AI， 还有什么是叶凡不会的吗？可是这个时候研究这些有用吗？真人 AI 对末世救生有什么帮助吗？女娲，帮我组装这套微型核反应炉。收到，组装预计花费时间5分钟。什么？叶凡的这套 AI 系统竟然在帮他组装反应炉？这样能源问题就解决了。失去电力，系统休眠。正好赶上了。主人，我回来了。成功了！原来真人 AI 和反应堆是这么用的，叶凡太厉害了！别的国家选手还在因为断电生存发愁，叶凡已经做到让整个城市恢复电力，他是我们整个龙国的骄傲。 5分钟，只用5分钟就能做出如此精密的微型反应炉，这代表未来完全能实现量产，整个龙国都将不用再为能源发愁。这才过了多久，叶凡就把反应炉生产出来了，这样的人绝不能留。没穿3天之内，死士就会到达，他们龙国得意不了几天。距离远古复苏还有25天，已为宿主发送单兵战甲图纸，请宿主加快进度。这战甲简直就是为我量身定制的，应该先从手臂战甲做起。开工，女娲，按照我绘制的图纸组装战甲。收到，预计组装时间10分钟。这是机器人的手臂，叶凡他又要做什么东西？这个手臂上起码装载了10种武器，叶凡他这是要制作战斗用机器人吗？怪不得他要先制作微型核反应炉，原来是为了给机器人供给能源。这是战斗机器人，为什么他一直在制作我英国秘密研究的产品？这叶凡到底是什么人？造战甲？可这是末世求生节目，他造战甲是为了干什么？我觉得这好像没什么意义啊。低等的龙国人不就是这样吗？不像我们高贵的花国人，做任何事都是绝对高效的。闭嘴，花国的杂扫！我相信叶凡他这么做肯定有他的理由。机动性倒是没有任何问题，只不过这战甲的防御力。宿主可选择人力锻造外八，战甲内部可交由女娲自行制作。对呀，人力锻钢，我怎么没想到？按照系统给我的知识，这5种金属合一能锻造出最高强度的镇静护甲。什么？难道叶凡是准备自己锻出机器人的外甲？2天了，叶凡一刻没停，他难道不会累吗？会不会是因为叶凡研制的血清？没错，看来这血清不光能提高力量，还能让人拥有如此耐力。如果龙国每名军人都注射这种血清，我简直不敢想象。花国和英国的杂碎们，看到了吗？叶凡不去搜集食物，不是想不到，是根本不需要。终于完成了，下面该测试硬度了。能扛住我的力量，那就也能扛住巨兽的攻击。切割后组装到战甲上，我的专属战甲就完成了。李博士，叶凡锻造的这块金属大概是什么强度？我不知道，但能肯定的是，能扛住叶凡的一拳。整个蓝星怕是没有比这块金属更硬的材料了。也就是说，叶凡要把这种强度的金属作为战斗机器人的外壳。没错。到时地球上的热武器就不可能对叶凡制造的机器人造成伤害。如果这种机器人量产，最多3天，龙国就能靠这种战斗机器人称霸整个蓝星。手臂的外甲已经组装完成，是时候试试威力了。不是机器人，叶凡这是给自己打造了一套机械盔甲。我去，
叶凡太牛了，这不就是传说中的铠甲战士吗？徒手搓出来机械铠甲，到底谁说他叶凡是文科生的？史蒂夫，你能看出叶凡这是造了个什么东西吗？这绝不是现在的蓝星能够出现的科技产物。准确的说，叶凡是创造出了一种跨时代的单兵作战武器。如果龙国的士兵都打了叶凡研制的血清，再穿上这种机械盔甲，一发炮击的威力就堪比导弹，而且这还只是一条手臂的武器。梅川，没关系，我的死士已经到达核电站了。梅川先生，我们已经到了。听好了，如果没能拿下叶凡，那就直接引爆整个核电站。叶凡这样的怪物，绝不能存在于龙国，更不能存在于蓝星。收到，我们一定完成任务。去死吧！什么人？什么？你竟然能发现我？这个装扮是花国的死士梅川。你们花国想干什么？张部长，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这个人是我花国派去的？该死！节目组呢？我要求立即停止节目。我们龙国的选手遭到了恶意暗杀。不好意思，张部长，这档节目除非选手死亡，要不然就不会停止。至于是谁派去的人，节目结束后，节目组自会严查。你们这群卑鄙小人！如果叶凡出了什么异害，我龙国定会不惜一切代价与你们开战。张部长，叶凡一死，我们龙国就会失去他所研发的科技手段。到时的龙国有同时敌对我们4国的能量吗？你们这群混蛋！叶凡，杀了这群畜生，让他们看看我们龙国人的厉害！没错，加油啊，叶凡！叶凡，你可千万别有事啊！星竟然还有人类，你是什么人？你没资格知道。好快，而且看装扮不是龙国人。真想杀我，那我可就正当防卫了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没想到这战甲先杀的不是巨兽，而是人。不对，还有人。武器上有剧毒，绝不能被碰到。所有人一起上！这么多人，谁这么想让我死啊？如果不想被他们的毒镖伤到，那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那里。哦，看来是能量用光了。看来你已经没有武器了，受死吧！谁说我没武器的？龙神战甲，来！什么？这是什么东西？现在到我的回合了。我操！钢铁侠！叶凡牛逼，他竟然已经打造好了全身机甲。bug！你们这些龙国狗竟然敢阴我们，果然你们的心都是黑的。闭嘴！你们这些花国杂碎，明明是你们先派人暗杀叶凡的。只知道耍阴招的小人，呸！去死吧！哈哈哈！叶凡好样的，我就知道你能行。就算打造出机甲又如何？我就不信他还能扛得住核电站爆炸。bug！这是什么材质？怎么可能这么硬？原来是花国人，花国人都该死。女王，帮我查一下，为什么地球还有其他人类？他们又为什么要来杀我？收到，正在接入外界网络，搜集可用信息。没穿裤子，你们暗杀不成，竟然还想炸核电站，简直丧心病狂！节目组呢，必须立即停止节目。张部长，我刚才说了，除非选手死亡，否则不能暂停节目。再说了，就算我们现在暂停，恐怕也来不及了。张部长，你就等着给叶凡收尸。不，被核电站爆炸波及，恐怕连尸体都没有了吧？你们欺人太甚！如果叶凡死了，我龙国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向你们宣战！妈的，这群外国杂碎比不过我们就耍阴招，跟他们开战，我一定第一个上战场！没错，
叶凡是我们龙国的希望，却被这些杂碎害死，必须干死他们，给叶凡报仇。叶凡，你已经创造了这么多奇迹，一定不会就这么死去的，对不对？没想到这里竟然是楚门的世界，不过到底谁是楚门还不一定呢。女娲，带我去找剩下的2只老鼠。所有炸弹都安放好了吗？都安放好了。那就让叶凡跟这里一起毁灭吧。不要！八嘎！你2个和蠢货在干什么？是不是很好奇，为什么没爆炸？是你搞的鬼！主人已成功切断遥控器无线信号。卑鄙的龙国贱种，竟然用如此卑鄙手段！去死吧！你低贱的龙国狗，你休想从我这里得到任何情！本来我也没想问。没穿裤子，你哪儿找来的这几个废物？我们冒了这么大的风险，他们竟然连叶凡的毛都没砍掉一根！怎么可能？这炸弹采用的可是我们花国最新的抗屏蔽技术，叶凡研究出的一个 AI， 怎么可能就能切断信号？好得很，就是这样，把那些花国的杂碎全部杀光！哈哈哈哈！叶凡太帅了，果然阴谋诡计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不值一重。对比女娲，现在的科技产品简直就是人工智障。你们说女娲这么厉害，会不发现这其实只是一个节目？应该还没发现。你们看，叶凡又动了。战甲不是已经打造完成了吗？叶凡他这又是在干什么？这好像是一个高级无人工业机器人。叶凡他是要打造流水线。流水线？难不成他要批量制作战甲？哼，就他一个人制造那么多战甲干什么？打外星人吗？我看他完全是在浪费时间和资源。我建议节目组取消叶凡的资格。闭嘴！花国的杂碎，要退赛也应该是你们花国这个变态退赛。这怎么了？我们的选手只是一个人压力太大，发泄一下。该死的花国人，都是心理扭曲的变态。女娲，按照图纸建造流水线，先生产出1000台无人工业机器人。是，主人。预计5个小时完成1000台无人工业机器人生产。1000台工业机器人，在探堂巨兽复苏之前，应该能生产出足够的机甲大军了。1000台？叶凡他真的要建造生产线？女娲刚才说5个小时就能生产1000台，这不可能吧？就算女娲很智能，也做不到1小时生产200台这种高级无人工业机器人吧？果然，你们龙国人生产出的 AI 也继承了你们爱吹牛的毛病。没错，根据我们英国专家的详细计算，这么复杂的无人工业机器人，5个小时估计连1台都制造不出来。呸！你们英国连自己的生产线都没有，哪来的数据计算？叶凡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虽然我们不知道叶凡的目的，但我知道，这个生产线要是真的能建成，那我们龙国的生产效率将提升100倍不止。我想我们需要再聊聊。没穿裤子，是你保证一定能杀掉叶凡，我们才顶着龙国的压力同意暗杀叶凡。现在这个情况，你说怎么办？超级血清、高级人工智能、微型核反应堆，还有战甲，如果再让他研究出机甲大军，恐怕我们全部加起来也不是龙国的对手了。史蒂夫，别着急，叶凡没死是因为他的机甲和女娲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厉害。但如果我们能把这些技术掌握在我们手中呢？没错，现在我英国才是最强的。只要我派出航母，把叶凡和他那些研究成果从龙国抢走，那这些技术就都是我们的。之前质疑叶凡和女娲的人呢？站出来！女娲太厉害了，敬请传下令，将生产出来的无人机器人立马投入运作之中。生产无人机器人的效率一直在几何倍的提升，这样下去，别说5小时，估计4个小时就能生产出1000无人工业机器人了。笑吧，再过一会儿，这些东西就都是我大英国的了。确认了，英国舰队的目标是叶凡所在的海岛，预计3个小时后就能到达我国海域。叶凡研究出几种科技，任何一种都足以改变世界格局。英国这是想来摘鸡讨子？看英国的架势，似乎是势在必得。我们到我龙国的海域拿我龙国的公民，英国还以为我们是100年前的龙国吗？给我把苍龙舰队全部压上去，不行就把蛟龙舰队也压上。英国舰队敢越过雷池一步，让他们有来无回。是。史蒂夫，你们英国怎么敢的？怎么回事？张部长怎么突然发这么大脾气？难道是英国又背后耍什么阴招，针对叶凡了？
张部长，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哼，那我跟你说你听得懂的。别说带走叶凡，你们英国的舰队胆敢越过我龙国海界线一步，那就等着跟我龙国全面开战吧。全面开战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没听张部长说吗？英国要派舰队来抓走叶凡。妈的，暗杀不行，改强抢了是吧？我支持保护叶凡，跟英国开战。我们的英国大哥的舰队可是世界最强的，你们龙国这就是在自取灭亡。没错，我们大英国的舰队无往不利，你们龙国最好乖乖的交出叶凡和他研究的那些科技，否则……放你娘的屁！我们龙国已经不是100年前的龙国了，还想来我们龙国抢东西？我告诉你，不可能！老子早就看你们不爽了。这次你们要是敢来，我们就把这100年来的仇全部报了。张海涛，你们龙国当真想清楚了，你们能承受跟我英国开战的后果吗？哼，我只告诉你一句话：勿谓言之不预也。主人，今天的主要事件就这些。哼，英国还真是欺人太甚。不过我倒是希望他们能来，要不然怎么有理由收拾他们呢？女娲，射掉直播间模拟画面吧。是，已替换为真实直播画面。快看，叶凡他又开始研究新东西了。这是什么？看着也是战甲，但怎么感觉跟之前叶凡打造的那一套不太一样？这不是战甲，这是机甲，巨型机甲的建造图纸。什么？机甲？还是巨型机甲？叶凡他建这东西干什么？难道真的要打外星人吗？不可能，小型战甲他能造也就算了，可巨型机甲只是概念中的东西，现实中根本就不可能建造出来。真是愚蠢，就要大难临头了，还在做这种完全无意义的事情。盘古机甲的图纸完成了，接下来就靠你了，以最快的速度组装盘古机甲。是，主人。这不可能！马上让英国最厉害的机甲专家过来！快，告诉我，这图纸，这个机甲根本不可能建造出来，就算建造出来，也只能看不能用，对不对？这机甲至少有100米高，原本以我们的科技确实不可能建造出来。可是什么？快说！叶凡他现在有了微型核反应堆做动能，又有之前从没见过的超高强度合金材料，再加上他远超现代科技的设计图纸和无人工业机器人辅助，这机甲90%是真的。这怎么可能？这种巨型机甲怎么可能被一个龙国人创造出来？怎么感觉这次英国那个史蒂夫的反应比之前几次大得多？当然了，那可是巨型机甲，蓝星这么多年来所有国家梦寐以求的终极科技，一个巨型机甲的战略意义甚至比一颗核弹还要强。不可能，叶凡他绝对不可能成功。没错，没听我们专家说了，他还有10%的可能性失败。对于严谨的科学领域来说，10%的概率就意味着失败。蠢货！我们的舰队到哪儿了？叶凡必须……什么？你们这些胆小鬼、懦夫，你们会为你们的愚蠢决定后悔！史蒂夫，你们大英国的舰队不是很厉害吗？为什么不敢再往前了呢？张海涛，你别得意，你们还要再看戏吗？不错，有了这个，我就有底气应对泰坦巨兽了。女娲，巨型机甲的各项数据怎么样？回主人，目前盘古机甲还未装备武器，防御力上因为没有数据参考，所以暂时无法给出详细数据。那就实验一下吧，调出这个岛上所有的武器类型。是。就用它吧。是。我没看错吧？叶凡他选的是导弹吗？是的，这应该是核弹之外破坏力最强的武器了。他真的要用这种武器去实验巨型机甲的防御力？疯了吧？怎么可能扛得住？我看叶凡这就是有些飘了，他的机甲再厉害，在导弹的爆炸下肯定也要被炸成灰。我知道了，他造这个机甲根本就不是用来战斗的，而是要用来炸着玩的。叶凡他肯定是一个人呆疯了。看来叶凡也没我们想的那么厉害，果然他也还只是一个普通的凡人罢了。看来我们的舰队不需要再往前了，说不定下一刻叶凡就把自己炸死了。张部长，我们要不要阻止叶凡？好不容易组装出来的机甲就这么炸了，是不是太可惜了？不，再等等，我们应该相信叶凡。
主人，一切准备就绪，随时可以实验。开始实验。这就是导弹的威力吗？我只想知道机甲怎么样了。还用说？那副机甲已经被炸得渣都不剩了吧？谁让他如此自大？机甲被摧毁也是他活该。哼，这种程度的爆炸，机甲必然被炸成碎片了。张部长，你快看，机甲还在！不错，防御能力基本达到预期了。不可能，那可是导弹！这机甲怎么可能一丁点痕迹都没有？这一定不是真的！以人类现在的科技水平，怎么可能达到这样的程度？这么强烈的爆炸，竟然一点痕迹都没有，这也太强了吧！我终于知道前面史蒂夫为什么这么激动了。这机甲若是被国家大批量制造，简直就是战争利器啊！威廉，我让你们仿制的机甲做出来了吗？做出来了。如果是叶凡使用的这种导弹，我们的机甲能抗住吗？这恐怕无法做到。叶凡和女娲的制作速度太快了，我们没办法获取到叶凡机甲所使用的全部合成材料构成。联系熊国、相国和花国，让他们派出舰队跟我们一起进入龙国海域。叶凡和他的科技，要么被我英国得到，要么就必须被摧毁。八嘎，我承认叶凡有些头脑，但光制作出机甲身躯有什么作用？如果武器很垃圾的话，跟一堆废铁没什么两样。没错，我们英国也已经开始制作机甲了。我们制作的机甲里面一定是最强的武器装备。白痴，叶凡连防御如此强大的机甲都做出来了，武器会研究不出来？等着瞧好吧，你们英国和花国总有一天会在叶凡脚下颤抖。如今4国舰队齐聚，直奔我龙国海域。光凭我们现在的海军力量，无法阻拦。我申请调用导弹部队，给这些杂碎一个饱和式打击，保证让他们全都喂鱼。可这之后，我们的海军甚至国土也必然会遭到4国联合打击，到时候部队和群众都会出现很多伤亡。叶凡是绝对不能出事的，就算是我死，也不能让他死。我知道你们在担心什么，但有些事必须要做。这个恶人就由我来当吧。领！海陆空3军全部力量锁定4国联合舰队，他们要是敢来，就算是把家底全部拼光，也要把叶凡保下来。是。奇怪，叶凡都在这儿敲了3个小时了，怎么还在敲？那还用说，肯定是研究不出来机甲的武器了。用你们龙国的话说，这叫江郎才尽。没想到盘古机甲不仅没震慑住他们，还让他们联合了。我现在可抽不出时间应付他们。女娲，你有没有什么办法？主人，4国舰队敢如此嚣张，主要原因是认为盘古机甲只是防御力惊人，没有大威力武器。只要我们研制出能够威胁航母编队的武器，他们就不敢来了。那就随了他们的愿。女娲，切换真实直播画面。是，画面已切换。叶凡研究了这么多东西又能怎样？如今我4国联合舰队已经逼近龙国海域，只要没有大威力的武器，这些就都是给我大英国做嫁衣。没错，龙国的低等种族就应该永远匍匐在我们花国和英国脚下。妈的，这些花国和英国的杂碎，老子忍不了了！我们龙国人宁愿站着死也不跪着生，跟你们这些畜生拼了！张部长，你们的国民和你们的军队一样，都只是在无能狂怒罢了。没错，龙国自古就是如此，嘴巴永远比实力厉害，不像我们花国永远谦虚沉稳。你们2个欺人太甚！张部长，你看叶凡是不是在研发武器？激光炮、激光火箭弹、热双线、粒子气场控制，还有等离子切割装置。女娲，按照所需的材料和制作方法，开始制作热双线武器。是。终于开始了，叶凡开始研究武器装备了。激光、热晃械、粒子、等离子，听着名字就知道，肯定是威力巨大的武器。什么激光武器？我看他最多就把基地里的武器改装一下，放进机甲里。没错，我之前就说了，叶凡他的机甲就是个空壳子，武器装备绝对不行。你们2个杂碎闭嘴！
再敢说话，老子还收拾你们！等我们四国舰队到了，我一定让你们跪在我面前磕头请罪。各位，如今我们联合舰队距离龙国海域已经不足500海里。等我英国拿到叶凡的研究成果，绝对不会亏待你们的。可是我听说叶凡已经在研究武器装备，到时候会不会威胁到我们？上校，你的担忧完全是多余的。叶凡研究的武器再厉害，难道还能威胁到我们的航母吗？没错，在这个地球上，已经没有什么能阻挡我们4国舰队了。叶凡不是已经让女娲去建造武器了吗？他自己这是在干什么？你没听他之前说吗？他一共设计了5种武器，叶凡估计在制造另一种。我去，5种武器！叶凡这到底是要干嘛呀？难不成他真要冲上太空跟外星人干架？主人，盘古机甲的热射线武器和核心能源都已经安装完毕。那就再给这个世界一点小小的震撼吧。准备测试热射线武器。啊，来了！叶哥开始要实验新武器了。这是我最期待的环节，一定要好好观看。一个热射线而已。这东西顶多给人烫个伤疤，在战场根本就没有用。没错，在我们航空母舰面前，这东西连挠痒痒都做不到。我去，你们这俩杂碎竟然还敢乱发言！跟他们说个鬼！一会儿用事实打他们的脸。张部长，我大英帝国的联合舰队距离你们中国就只剩不到500海里了，留给你们的时间不多了。叶凡，再次创造奇迹吧！龙国的命运就靠你了。就把那座山作为实验对象吧。是，已下达指令。叶凡疯了吧？就一个热射线武器，就算他做的再大，还能融化石头不成？真以为我们不懂科学吗？隔了这么远的距离，热射线的能量早就被耗尽了。这样打过，还不如扔过去一个炮仗吧！他娘的！你们别管他们了，快看，要发射了！哈哈哈哈！一击夷平一座山，这是何等的威能！我操，叶哥牛逼！这哪是热射线啊？这分明就是把核弹搬盘古机甲的眼睛上了！没错，这简直就是颠覆了人类对武器威力的认知！这不可能！怎么可能会有威力如此巨大的热光线？绝对不可能！我不相信！一定是叶凡偷偷在对面山上埋了炸药，热射线只是引爆了炸药而已。没穿裤子说的没错，一定是这样的。两位，我们这是在全程直播，叶凡他一直都在镜头下面，哪里有时间去埋炸药？是女娲，还有那些无人工业机器人，一定是女娲控制那些机器人去埋的炸药。就算是这样，可叶凡的视角里，这世界只剩他一个人，请问他作假给谁看呢？哼，说不定你们龙国早就暗中和叶凡联络了，这一击就是为了吓退我们的4国舰队。你们简直不可理喻！看来被我说中了，想骗我们没那么容易。你们看，测试还没有结束，竟然没有直接把山完全夷平，威力还是有些低了。主人，因为岛上资源有限，这只是热射线武器的基础版，如果有更多的资源，威力估计还能提升5倍左右。威力低5倍！我操，叶凡研发出来的到底是什么怪物？他不会是想把地球打穿吧？不，这一定是叶凡跟龙国的阴谋，他是故意这么说的。刚才的攻击，他肯定没法再打出第2次了。盘古1号，最大功率，再来一发。花国和英国的杂碎！现在你们还有什么话说？这武器的威力简直突破了天际！我现在有理由相信叶哥他研究这些机甲和武器，就是为了打外星人。别忘了，叶哥还有4种武器还没展示呢。我坚信那些武器的威力绝对不会比热光线的威力小，肯定是。我觉得叶凡已经不能被称为人了，他这段时间的所作所为简直可以被称作神。怎么会有这么变态的人？难不成他真的是神明降世？
这样的人应该是我花国的才对。从此以后，只要叶凡还在，在蓝星上就再也没有国家敢欺压我们龙国了。叶凡，你是我的神！麦克塞司令，我熊国已经决定退出本次联合行动，再见。我们相国也退出。法克，两个胆小鬼！司令，我大花国愿意继续配合英国舰队行动。蠢货！你难道没看到叶凡那个武器的实验视频？一个不怕导弹、攻击还能轻易击穿航母的怪物，你是要让我和我的士兵去送死吗？蠢货！女娲，4国舰队应该已经撤离了吧？是的，主人。距离泰坦巨兽复苏只剩下10天时间了，接下来就是全力生产机甲大军，开始应对泰坦巨兽了。女娲，给我用最快速度批量生产盘古机甲。是。女娲，截至现在，一共生产多少台盘古机甲了？回主人，目前共生产了279台。这些机甲够用了吗？足够应对第一波的泰坦巨兽。第一波？你的意思是还有第二波？是的。第一波就第一波吧，这岛上的资源也基本上耗尽了，估计也没法再打造几台了。叶哥他为什么要制造这么多机甲？是啊，叶哥的操作太过惊奇，导致我都快忘记了，我们这不是一个末世求生的节目吗？你这么一说，我才想起来，其他国家的选手咋样了？我都好久没关注过了。还在钻木取火，这差别也太大了吧！我们叶凡选手都快星际战争了，其他选手还在原始人呢。叶凡他已经严重偏离了末世求生的主题，我们的选手才是符合主题的。大家起点都一样，明明是你们国家的选手废物才生活得这么惨。那你告诉我，叶凡他明明有出岛探索的能力，为什么不出岛，反而是在岛上生产这么多机甲？我们叶凡是神，神的想法岂是你们这些凡人能窥探的？那是什么？纳尼？什么东西？一定是我一个人待得太久，产生幻觉了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怪兽吗？是人类记载中从没出现过的物种，但这个体型对人类来说肯定是灾难。这不会是节目组的特效来整蛊我们的吧？不会吧？好好的末世求生节目，整个怪兽出来干什么？观众朋友们，已经确定，这并不是节目组安排的节目效果，而是花国确实遭受到了不知名怪兽的袭击。目前花国政府已经准备采取紧急措施。我们花国的护卫队已经出动了。怎么可能？这怪兽的皮肤到底有多坚硬？那可是我们花国最先进的战机，上面配备的可是最新型号的航空机炮。这炮不是号称连坦克都能打成筛子吗？怎么可能有生物仅靠皮肤就能防住？就算它能防得住机炮子弹，难道还能防得住导弹不？这怎么可能？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也太恐怖了吧！我们花国有没有人能阻止他？怎么办？你们看，叶凡在干什么？
弱点还没找到吗？嗨，目前还没找到。不过我们的专家评估，除非动用反舰导弹，否则都无法对怪兽造成伤害。那为什么还不动用反舰导弹？因为怪兽来得太过突然，黄炳市的国民都还没有撤离。如果我们用反舰导弹的话，会有很多国民被波及。1个小时后，如果还找不到这怪兽的弱点，就给我发射反舰导弹。可是，你有疑问？机甲各项数据正常，可以启动。女娲，守好家，我去就回。这个方向似乎是花国方向，难道？快点花国画面！这怪兽竟然如此恐怖！我们人类的武器就好像是在给它挠痒子一样。到底谁能阻止它呀？花国的杂碎，别着急，你没看我们叶哥已经开着机甲往你们花国去了吗？花国前几天还派人想暗杀叶凡呢，要我说，叶凡就不应该去救他们。看，是叶凡到了。这就是全状态的盘古机甲吗？太帅了！从天而降，英雄登场，叶哥简直就是救世主。之前我一直不理解，叶哥为什么要建造这么多机甲？你说，他会不会就是在为这一刻准备？不可能吧？难不成叶哥还能未卜先知？有没有可能，叶哥就是上天选中的救世主？要不然他那些闻所未闻的技术都是哪儿来的？救世主，还是等叶凡能够击败那个怪兽再说吧。哼，没错，那怪兽连我们花国最先进的武器都伤不了，你们就那么肯定叶凡的机甲能打得过吗？说不定叶凡就是去送死的。他娘的，花国的杂碎，我们叶哥是去救你们的，你他娘怎么能说出这种话？就应该让他们被那个怪兽灭国！呸！这些花国人怎么这样？叶哥明明是去救他们，他们居然还在这冷嘲热讽。花国这个国家不一直都是这样吗？知小礼而无大义，畏威而不畏德，不用去鸟他。看叶凡，这就是泰坦巨兽海德拉吗？似乎没有我想象中的强。女娲，收集战斗数据。是。开始收集战斗数据。这怪兽好像确认有点能打，叶哥他不会真……放屁！叶哥连武器都还没动用呢。不行就赶紧滚蛋！我们花国还有反舰导弹，不需要你们救，也能解决这个怪兽。哼，太过分了！我现在就过去和你理论清楚。叶凡，你一定要赢啊！妈的，本来还想多跟你玩玩，既然你不识抬举，那就别玩了。我就知道，叶哥会赢的。不止赢了，而且还是没有动用武器的情况下一拳秒杀的，那可是连导弹都破不开的防御。不可能，一定是因为我们的导弹已经把那个怪兽的防御力耗尽了，叶凡他只是捡了个便宜而已。没错，很有这个可能。就算叶凡不去，说不定下一发导弹也能把怪兽杀死。操，忘恩负义的狗东西！叶哥就不该去救你们，让你们死绝了才好。也不能这么说，你们看，花国的人朝着叶哥围过去了，肯定要去感谢他。
女娲，你是说下一轮的泰坦巨兽还是从花国海域出来？是的，主人。刚才那一头只是先锋，泰坦巨兽的大部队即将到来。我一个人能应对吗？根据刚收集到的数据，您一人一甲足矣。泰坦巨兽降临，以人类现在的力量根本无法抵抗，最可怜的还是普通人。我一个人效率太慢了，需要减少泰坦巨兽带来的破坏。再调来10台盘古机甲吧，这里马上还会有泰坦巨兽来袭，大家赶快撤！阿哥，你这个废物！你为什么要等我的公司被摧毁后才来？没错，能力越大，责任越大。明明有能力杀死怪兽，却没保护好我们，就是你的失职。你要跪下谢罪。没错，是你来的晚了，跪下谢罪！跪下谢罪！主人，我不理解。根据测算，我们已经在发现泰坦巨兽的最快时间内到达，不存在来得晚的情况。盘古机甲有些脏了。回去洗洗吧。懦夫，做错了事只知道逃跑。我一看他就不是我们大花国的人，他应该对来救我们感到荣耀。刚才那个人是不是要提醒我们后面还有怪兽？放屁！我看就是那个懦夫想要吓唬我们，以此来控制我们。没穿裤子，你们花国人就是如此不分是非吗？叶凡千里迢迢去救了你们，你们不感恩也就算了，竟然还让叶凡下跪道歉，如此是非不分，太让人气愤了。两位，我们花国和英国一样，是讲究言论自由的国家，民众说什么是他们的人身自由，我也无权干涉。我觉得华木帮人说的也没错，叶凡能打败那头怪兽，说不定就是因为前面被导弹炸了之防御力变弱导致的。只是说了真心话的民众都很自由而已。我自由你大爷！你们花国人就是一群白眼狼！他娘的，老子恨不得现在就飞过去打爆那群花国人的狗头！龙国果然是野蛮的国家，连最基本的言论自由都没有。老子让你说话了吗？给我死来！那是什么？主人，检测到第一批泰坦巨兽已经到达花国近海。是吗？那真是太不巧了，我才刚回来。主人，是否派遣盘古机甲前去消灭泰坦巨兽？有点困了，先睡一觉再说吧。按照主人现在的体质，就算是1个月不睡觉，也不应该感觉到困呀。我打听到了，那个懦夫叫叶凡，是龙国人，因为他的失职导致我们损失这么大，我认为他应该赔偿。龙国有句古话，救人到底，送佛送到西，他补偿我们也是应该的。他要是不赔偿，我们就去找龙国；龙国不赔偿，我们就到国际法庭仲裁他们。不就是地震了吗？我们大花国经常发生。没错，我们大花国就是如此顽强的民族，在地震频发的地方建立起如此文明强盛的国家。为什么又出现了这么多怪兽？为什么偏偏又出现在我们花国？哼，这就是你们花国的报应。这就叫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天道循环，报应不爽，活该。这帮忘恩负义的白眼狼，把他们全踩死才好。你们不是说你们的导弹能对付怪兽吗？赶紧放出来啊！是我们最先进的樱花战机，是我哥哥没穿裤头率领的富川舰队回来了。有我哥哥在，那些怪兽都不足为惧。一个被叶凡吓跑的舰队，我倒要看看他能掀起什么浪花。麦克 C 那个懦夫，我们如此庞大的舰队，怎么可能打不过一个机甲？如今有怪兽出现，真是个好事。舰长，
如今怪兽正在破坏我们花国的城市，为何您还说是好事？八哥，没有怪兽，我怎么能证明我们富春舰队比叶凡那个破机甲厉害？嗨！命令舰队，所有战机和武器全部解禁，自由射击，给我把那些怪兽全部炸成碎片！嗨！富春舰搭载的全是我花国最先进的武器，这次一定能炸死那些怪兽。没错，让这些该死的龙国人看看，没有叶凡，我们也能打败怪兽。怪兽能不能被消灭，我不知道，但这个城市的民众估计很难存活了。能为花国捐躯，是他们的荣幸。那可是一个城市的民众，就算他们如此对叶凡，我都有些不忍心。这是他们国家的事，我们就别过多评价了。这也是没办法的事。如果任由怪兽破坏，我们花国其他城市也都会陷入绝望。我相信我哥哥此时也很痛苦。这红酒太难喝了，去给我换个其他牌子的。嗨，怎么样？咱们的导弹都打出去了，怪兽被消灭了吗？我这就给您调出现场画面。这不可能！这不可能！为什么这些怪兽还没死？上次你们说是你们的导弹把怪兽的防御力减弱了，叶哥才能打败。这次你们的火力可比上次强多了，怎么一头怪兽都没杀死？我建议你们赶紧再打一轮，说不定就能消灭怪兽了。可能没机会了。你们看，那些怪兽好像朝着花国的舰队方向去了。这次的怪兽肯定比第一头更强，我们伤不了不代表比叶凡的机甲弱。给总督大人汇报，就说我们尽力了，让他再想其他办法吧。八哥，我跟你说话呢，聋了吗？舰长，那些怪兽好像冲我们来了。这些怪兽在海里的速度比舰队还快，估计很快就能追上舰队了。没关系，既然知道跑不了，那我哥哥一定会选择拼上性命跟怪兽同归于尽。你们连打伤怪兽都做不到，怎么同而于尽？就算是这样，我们也不会投降，这就是我们花国的玉碎精神，你们这些低等民族是理解不了的。舰长，那些怪兽速度非常快，我们怎么办？逃跑已经来不及了，通知其他舰艇全力迎击怪兽。嗨，舰长放心，我已经做好了为花国牺牲的准备。八个蠢货！命令主舰给我掉头，全速远离！舰长，我们这是要当逃兵吗？蠢货！我这叫保存有生力量。我们富春舰可是花国最强大的舰队，如果全军覆没，你知道后果是什么吗？赶快撤退！嗨！那个主舰怎么跑偏了？是什么战术吗？你傻呀，哪是什么战术？分明就是舰队指挥官怂了，弃车保帅，想利用舰队阻挡怪兽，给自己争取逃跑的时间。什么？还没开打，指挥官先跑了？这就是花国说的玉碎精神。哈哈哈哈哈！笑死我了！就这还敢说自己是什么玉碎精神、高等民族？我呸！就他们，明明就是忘恩负义、是非不分，现在可以加上一条贪生怕死了。花国人什么样，我一直都知道，关键是要看看号称花国最强的舰队在怪兽手里能撑多久。
怪兽都不见了，是鱼雷起作用了？难道水下攻击才是怪兽的弱点？恐怕没那么简单。张部长，承认别人的优秀就这么难吗？我敢保证，我哥哥就是猜测到了怪兽的弱点，所以故意将他们引过来的。哼，刚才你可不是这么说的。刚才是我没看出来我哥哥的意图，可现在事实摆在……怎么会这样？那可是我花国最强的舰队。花国舰队虽然不算最顶尖的，可也不算弱了。没想到在这些怪兽面前，竟然犹如纸糊的一般。是啊，这些怪兽无论是攻击力还是防御力，都不是我们人类武器能抗衡的。现在也就只有叶凡和他的机甲能够对抗他们了。对，叶凡呢？他明明可以对抗怪兽，为什么没有出现？快给我调出他的画面！八嘎！我们花国舰队在拼命和怪兽战斗，叶凡明明有能力击败怪兽，却在这里晒太阳。没穿裤子，你别忘了，叶凡是被你们花国的民众逼走的，这一切都是你们咎由自取。没错，我叶哥在怪兽出现的第一时间就去救你们了，结果呢，换来的只是你们的恩将仇报。可是他明明有救人的能力，却不作为，他内心难道不愧疚吗？我呸！少在这道德绑架！叶哥不欠任何人的，更何况是你们这群忘恩负义的东西。救你们还要被要求下跪道歉，是我也不救。而且你们别忘了，我们还欺骗叶哥，说这世界上就剩他一个人在这监视他。要说愧疚，也应该是我们愧疚才对。你不说我都忘记了，叶哥他在花国看到人的时候一点都不惊讶。你们说他是不是早就知道咱们这个节目了？而且怪兽出现的第一时间，叶哥就驾驶机甲过去了。你们说会不会叶哥一开始就知道了会有怪兽出现？会不会叶哥一开始就知道我们节目，只不过忙着造机甲打怪拯救世界，所以一直没搭理我们？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那叶哥就是上天选中来拯救人类的救世主。张部长，观众的猜测是不是真的？很有可能，也只有这样，叶凡之前的一系列操作才合理。既然叶凡是上天选中的救世主，那他就有义务出手消灭怪兽。我说过了，就算叶凡是救世主，那也是你们把他逼走的。我英国的舰队虽然比花国强，但在这些怪兽面前也不堪一击。机甲升级做得怎么样了？总督放心，我们在机甲金属材料上的研究有了突破，很快就能研究出下一代机甲。好，希望那些怪兽早点来我大英国，让他们也见识一下我们大英国的机甲。没想到我们花国最强的富春舰队，在这些怪兽手里竟然如此不堪一击。八嘎！这个没穿裤头竟然敢独自逃跑，害得我们整个富川舰队消亡！我要砍了他的头！总督大人，或许留着没穿裤头还有用。有什么用？总督大人，他不是已经把怪兽吸引走了吗？为什么我们不让他直接把怪兽引到龙国去呢？是个好主意。那个龙国的叶凡明明有能力来帮忙，却见死不救，就把怪兽全部引到他那儿去，让怪兽把他和龙国都灭了，来祭奠我们花国的舰队。嗨！报告，我们舰队已经被怪兽全部摧毁，无一生还。8个！一群废物竟然只拖了那些怪兽这么短的时间，照这样下去，我岂不是还要被追上？舰长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没穿裤子，你这个废物，竟然把富春舰队弄没了！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给我把那些怪兽引到龙国叶凡那里去。办不到，你就自己切腹谢罪吧。8个！总督那个老东西，这是把我当成诱饵了。那我们去吗？当然要去。现在也只有叶凡能救我们了。通知下去，把舰上所有载重全部抛弃，全速朝着龙国方向行驶。嗨，记得把我的红酒留下。如果速度不够，那就把没用的人也给我丢下去。主人，监测到花国舰队正带着泰坦巨兽群往咱们所在的方位快速接近。这些花国人还真是死性不改。
不过引来就引来吧，也该把这些泰坦巨兽消灭了。通知龙国官方，让他们不要阻拦。是，主人。对了，能截取到花国人故意将泰坦巨兽引到龙国的证据吗？可以的，主人。目前全世界的网络都在我的监控之下。那就把证据投放到他们那个节目上，让全世界的人看看花国的丑恶嘴脸吧。是，主人。现在能确定，花国是打算把那些泰坦巨兽引到我们龙国来。可恶，这些花国人的心肠也太歹毒了！我现在就去跟他们交涉，让他们立刻掉头，否则老子就把他最后一艘舰艇也击沉。这场灾难是世界级的，就算他们现在不引，那些怪兽迟早也会找上来。现在最重要不是找花国算账，而是找出应对这些怪兽的方法。根据花国战斗视频来看，现有的机载、舰载导弹都无法对那些怪兽产生伤害。那就把我们压箱底的东西都拿出来吧。可是元帅，那些可都是我们龙国的底牌，如果现在就拿出来，万一英国他们……你们要记住，我们龙国研究武器从来不是为了跟哪个国家较劲，而是为了保护我们龙国的群众。元帅放心，我愿意立下军令状，只要我们海军还有一艘船在，还有1名士兵活着，就绝不让那些怪兽踏入龙国土第1寸。元帅，三位将军，叶凡联系我们了。你们花国怎么能这么无耻，竟然把怪兽引到我们龙国来？不可能，这视频肯定是有人伪造的，快给我查，是谁的恶作剧？不必查了，我已经确认过了。你们华域富春舰队仅剩的那艘科考舰，正领着那些怪兽朝着我们龙州而来，而且目标就是叶凡所在的岛屿。娘的，我就知道这群花国的畜生不干好事。我叶哥去救你们的时候，你们不屑一顾，如今打不过了，就把怪兽往我叶哥那儿引。你们还真是没脸没皮。我觉得你们还是担心一下你们国家吧，就连我们最强的舰队都打不过那些怪兽，要是叶凡也打不过，你们龙国就要被怪兽灭国了。他娘的，谁给我个刀，老子现在就捅了这个花国的杂碎！我们确实忽略了一群现代武器对付不了的巨兽，对我们来说是灭世级的灾难。我相信叶凡就是我们人类的救世主，他一定能够阻挡这场灾难。可叶凡他始终只有1个人，那些巨兽数量太多了。就算是这样，我也相信叶哥，他就是个创造奇迹的人。我也相信叶哥，而且就算他做不到，我也不怨他。我们人类的命运不应该只压在叶哥一个人身上。要是那些怪兽敢踏入龙国的土地，我就是用牙咬，也要咬下他一块肉。女娲，这一批来的泰坦巨兽数量有多少？回主人，一共37头。数量挺多的嘛。主人，那艘舰艇估计在到达我们这里之前，就要被泰坦巨兽追上了。那真是可惜了，希望就在眼前却又破灭的时候，是最绝望的。舰长，我们快要被泰坦巨兽追上了。爸爸，龙国那些懦夫原本还想利用他们的海军拖延那些怪兽的追击，结果他们竟然1艘舰艇1枚导弹都没有派来。懦夫，全都是懦夫！舰长，我们联系到叶凡岛屿上的通讯了。快，跟叶凡联系，让他来救我们。是。叶凡阁下，我是没穿裤头，现在正被怪兽追击，恳请您出手相助。只要您救下我们，就是我们的再生父母，我们一定会报答您。
我救了你，你还占我便宜，这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？什么意思？占便宜？我没有占您便便宜啊！舰长，他的意思是，您不配当他的儿子。什么？爸！对不起，叶凡阁下，是我说错话了。您只要救下我们，就是我们的爷爷，不，祖宗。你们花国人还真是没有下限。我倒是想再给你个机会，不过似乎有些来不及了。什么？救命啊！接下来该我们了。为什么？明明叶凡已经看到舰艇，已经有能力救下我哥哥，他为什么不行动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要救？没穿裤子，你是不是忘记了？是你们花国把怪兽引到叶凡这里的，叶凡又凭什么要救你们？你们这些花国人能要点脸吗？明明是自己要害叶凡，还想要叶凡救你们，简直无耻！你们别忘了，之前你们花国还派出过忍者想要杀叶凡，如今还想让叶凡救你们，哪有这么好的事？龙国人，我哥哥的死迟早我会讨回来。叶凡，你一定可以的，对吧？叶凡，你可一定要赢啊！龙国甚至人类的生死存亡，就看你了。叶凡，你的机甲再厉害，能杀一头怪兽，还能杀一群怪兽吗？等你死了，我看龙国怎么阻挡这些怪兽。你觉得叶凡能挡住这么多怪兽？很难。他的机甲虽然很厉害，但巨兽数量太多了，战斗一段时间后，一定会陷入疲软。叶凡死了之后，想办法派人去，看能不能获取到他的那些科技技术。我期待很久了。女娲，给我把盘古机甲功率调到最大，我要好好跟他们玩玩。是，功率已调到100%。来吧！叶哥牛逼，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干，简直太帅了！你们高兴的有些太早了吧？周围还有那么多怪兽呢，耗也要耗死叶凡了。哼，没错，在这么多泰坦巨兽的围攻之中，叶凡杀一头都费劲，更何况要杀这么多。闭上你们的臭嘴！我相信叶哥，更何况现在也只是热身而已。盘古机甲的能源可是接近无限的，他们耗得尽吗？那就看着吧。去死吧，叶凡！还学会协同作战了，不过你们似乎不知道，我还有武器呢。我差点都忘了，叶哥的机甲可不只有拳头，还有武器呢。不愧是一击消失一座山的热射线武器，打这些怪兽简直不要太轻松。还好，刚才吓死我了。我现在能确定，叶凡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应对这次危机，无论是机甲还是热射线武器，应对这些怪兽的效率
都比现代人类的武器要高得多。为什么这样的人不是出现在我们花国？这泰坦巨兽的战斗力是不是有些太弱了？回主人，不是泰坦巨兽弱，而是您掌握的战甲武器威力太强了。而且第一批天坦巨兽只是幼年期，战斗力确实不强。幼年期？这么说还有成年期的了？是的。那就赶快解决他们，准备升级一下机甲吧。好厉害的机甲，还有那个热射线武器，甚至比我们压箱底的激光武器威力还要大很多。不知道能不能让叶凡把技术共享出来？我们要是有了这些技术，不必多说，这些技术是叶凡的，他愿意分享，我们自当感谢；若他不愿，我们也不能强求。明白？八嘎！为什么在我们花国无可奈何的怪兽，到了叶凡那里却如此不堪一击？总督，叶凡的机甲武器威力远超现在武器，除非拿出核弹，否则确实无法和他比较。八哥压路，我需要你提醒吗？再这么下去，叶凡就成了人类的救世主了，绝对不行！去给我联系英国总督。威廉，我需要一个解释。总督，确实是因为之前没有拿到叶凡机甲的实际数据，导致我们的数据有些偏差了。那我们的机甲能做到叶凡机甲的战力吗？这 fuck！ 我给你们那么多研究经费，都喂狗了吗？总督放心，我一定抓紧研制，一定能以最快的时间赶上叶凡机甲的威力。总督，花国总督请求跟您通话。去叫上熊国跟相国总督。是。那些巨兽不是都被叶哥灭了吗？叶哥这几天还一直待在电脑前，难道还在研究新东西？还研究？那该打什么了？总不会是外星人吧？叶凡他如果真的提前知道世界末日的信息，又有度过世界末日的技术，就应该提前公布出来。哼，没错。如果是我英国的人，肯定会团结整个人类一起渡过难关，而不是自己闭门造科。我呸！要是叶哥把那些科技公布给你们，恐怕你们第一时间不是用来对付怪兽，而是用来对付人类同胞。主人，检测到新的泰坦巨兽信号，第二批泰坦巨兽似乎提前到来了。什么？在哪儿？位置在花国的樱花山。又是花国，花国这是坏事做多了，还是捅了泰坦巨兽的窝了。第二批泰坦巨兽实力强大，形态各异，分布在世界各地。花国的提前复苏应该是受到了第一批泰坦巨兽海多拉的影响。有道理。那这次数量有多少？1只。只有1只。这次的泰坦巨兽不是从海底出来，而是直接从樱花山出来，肯定比海多拉难对付。是的，这次的天坦巨兽名为拉德。拉德一直蛰伏在地热核心处，实力比上次的海德拉实力强很多，而且它具备飞行能力。飞行？那正好，试试我最新的研究成果。各位想必也都清楚我召开此次会议的目的，我就直说了，如果再让叶凡活下去，恐怕今后我们所有国家都要对龙国俯首车臣了。可是我们能有什么办法？叶凡的机甲战力太过逆天，我说句不好听的，恐怕一架机甲就能灭了一个国家。各位难道忘了，我们还有一个大杀技没有用呢？那种东西怎么能轻易动用？再说了，我们有，难道龙国就没有吗？你是准备拉着全人类一起陪葬？那你准备如何？向龙国俯首称臣，为奴为婢吗？好了，其实我这儿还有一个办法，我英国的机甲也已经研制成功了。什么？只不过为了超过叶凡机甲的性能，我们一直在升级，所以没有公布。大概还需要多久？有了你们的机甲牵制叶凡，我们就没那么被动了。没错，奥特华总督，你们的机甲何时才能拿出来？能否给我相国配一架？各位别急啊，
我说了，机甲正在升级，不过相信不会用太长时间的。太好了，如果是这样，不好了，总督，樱花山火山喷发了。樱花山这么多年都没有喷发过，怎么会突然喷发？好像是里面有东西要出来。什么？快给我调现场画面！那是什么？这是什么东西？恐怕跟上次的怪兽是一样的东西，一种全新的怪兽。还有怪兽也就算了，但是为什么还是出现在我花国？为什么？花国总督，你别着急，怪兽不在你们国家，你们当然不着急。奥特华，你们英国的机甲能派来吗？我们可以给你们钱。没问题，我马上就派机甲过去。这怪兽是跟花国有仇吗？为什么每次都是出现在花国？还能因为什么？遭报应了呗。没有叶哥，这次我看他们怎么解决怪兽。可恶！一定是上天嫉妒我们大花国的人太过优秀，才会针对我们。没穿裤子，你们花国又出现了一头怪兽，难道你就不着急吗？张部长，你不会以为我们花国离开叶凡就拿怪兽没有办法了吧？你们不会是要动用？当然不是，张部长未免太小看我们了。接下来就让你们看看我们英国的底蕴。你们看，那是什么？是机甲？难道是叶哥来了？不是，这个机甲跟盘古机甲完全不一样，而且叶哥还在地下实验室。是我们英国的机甲，机甲胸口印的是我们英国首都的名字，我们英国的机甲也研制出来了。我们英国的机甲一定比叶凡的厉害，上啊，把那个怪兽打爆，让他们看看我们英国机甲的厉害。怎么会这样？我们大英国的机甲怎么可能如此不堪一击？你们机甲出场搞得这么帅，还以为有多厉害，结果竟然连怪兽一击都没撑住。我看他就是来搞笑的。史蒂夫，这就是我们花钱请过来的机甲。史蒂夫，你们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。我们的机甲本身就没有完全完成升级就被派出去了。就算是这样，我们机甲的材料也是能抗击2000度高温的。可那个怪鸟嘴里吐出的火焰至少有5000度，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。总督，花国总督申请和您通话。你们以为只是造出来个大家伙就能跟泰坦巨兽战斗了？简直太天真了。女娲，盘古机甲升级完成了吗？回主人，已经完成了。那走吧，去看看。这头怪兽的战斗力明显比之前那批怪兽高得多，就算是叶凡的机甲，肯定也不是他的对手。一个仿制品的位列产品，也敢拿出来跟叶哥的机甲比？如果叶凡能打得过，为什么他还一直躲着不敢出来？我们叶哥不去救你们就是躲着。再说了，叶哥为什么要去救你们？等着救了你们之后被你们忘恩负义吗？是你们说的叶凡是救世主，他的技术都是上天赐给他拯救人类的，那他就有义务来救我们花国。呸！你们花国人的脸皮真是越来越厚了。你们看，叶哥那里好像又有新东西了。此次升级，除了给盘古机甲加装了飞行翼之外，还增加了防御盔甲。不错。不过因为材料受限，我们只完成了您驾驶的这台盘古1号机甲的升级。没事，一台就够用了。我去试试我的新宝贝。盘古机甲竟然还能装上翅膀，穿上铠甲，太帅了吧！不过叶哥驾驶机甲是要去帮花国消灭怪兽吗？能让他拯救我们高等的花国人，叶凡应该感到荣幸。你他娘的家都快没了，还在这高等，老子这就送你回老家！你们看，叶哥不是去的花国。叶哥这是在实验机甲的机动性。八嘎！我们花国还在被怪兽袭击，他居然还有心思在这里测试。你们被怪兽袭击跟我叶哥有关系吗？不是。你们都没发现叶哥的速度快的有些太离谱了吧？快，
看能不能测算出叶凡现在的速度，给我投到大屏幕上。怎么可能？35马赫，这已经超过第2宇宙速度了。那就是说，叶凡驾驶着机甲，甚至可以脱离地球进入太空。叶凡这是要带着人类开启星际时代了。奥特华，这就是你说的你们英国的先进机甲，连怪兽一招都没扛住。这是我们科研人员的预判失误，我们也没料到，而且我们还损失了1台机甲和2个机甲驾驶员。误判！叶凡的机甲飞行速度都能达到35马赫了。再看看你们英国的机甲，简直就是一堆废铁！花国总督别急，我已经想到办法，可以同时解决你们花国的怪兽和叶凡。真的？什么办法？这可能需要花国贡献出来一个城市，不知道花国总督能不能接受？你要用核弹？除了这个方法，诸位还有其他方法吗？一座城市而已，问题是叶凡的速度比洲际导弹还要快，而且根本没有来消灭那只怪兽的意思，我们根本打不中他。他不来，那我们就逼他来。怎么逼他来？现在那个最后人类节目不是还开着？只要我们几个联合在上面恳求叶凡出手，你们觉得他能不出手吗？他如果不出手，就是站在全人类的对立面，我们就有正当理由对他出手，甚至要求他交出他手里的技术。如果他出手，无论他能不能打败怪兽，都要死。奥特华总统此计甚妙，一石三鸟。主人，监测到花国、英国、熊国、象国4国总督正在密谋利用核弹同时消灭您跟拉顿。本来想让他们长点教训就行了，既然他们非要找死，那我就陪他们玩玩。全球的人类大家好，我是英国总督奥特华，请听我们说几句话。我花国正在遭受怪兽袭击，就连我们最强大的武器也无法伤到那个怪兽。现在我花国的全体民众都生活在恐惧中。他们怎么突然联合起来说这个？为了花国众的生命，也为了人类的未来，我恳请叶凡先生出手，帮我们消灭那头怪兽。这是我们全人类的灾难，不只是花国的，只有叶凡先生有能力阻止。我希望叶凡先生不要再袖手旁观。不对劲，他们是要造势。叶凡先生既然有能力解决灾难，就应该出手，否则就是站在全人类的对立面。请叶凡先生出手。张部长，这4国总督联合出境，会不会有什么阴谋？哼，还能有什么阴谋？他们话里不是说得很清楚了，叶凡要是不出手，就是和全人类站在对立面，这是要用大势逼迫叶凡出手。张部长，您这话就有些过分了。如今人类陷入灾难，叶凡既然有能力，自然要出手解救才对。没错，难不成叶凡要看着整个花国废貌，那跟亲手杀了他们有什么区别？老子要是有叶哥的实力，现在就开着机甲去灭了这4国，让他们还恶心人。他们玩明的哪次玩得过我们龙国和叶哥了？可是如今这种情况，他们直接通过直播间把事情传到了全球。如果叶不去帮忙，恐怕真的会被打上人类公敌的招牌。你们看，叶哥有动作了。前面的戏都演完了，接下来就该咱们出场了。求求你们了，谁来救救我的孩子？还带是我叶哥，这一脚真他娘的帅！叶哥他不会有事吧？根据我英国专家的预估，那怪兽突出的火焰至少能达到5000度，那可是接近太阳的温度。叶凡的机甲再厉害也承受不住。你闭嘴！叶哥的能力岂是你们能想象到的？哼，嘴硬！等会儿叶凡化成了灰，我看你们还能怎么嚣张！我就是知道叶凡他没事，叶凡没事。什么？我就知道叶哥是无敌的，就这点火焰根本就奈何不了他。不能叫叶哥了，叫叶神，他就是我们人类的神。这怎么可能？那可是5000度的高温，他的机甲到底是什么材料？怎么可能完好无损？不是机甲材料，而是机甲周围那个淡蓝色光罩。我没猜错的话，那应该是科幻小说中的等离子护罩。不可能，那只是科幻小说中的东西，怎么可能有人真的能研究出来？叶凡研究出的那些东西，有哪个不是科幻小说中的东西？花国总督该行动了，马上发射1枚，不，2枚核弹，必须要把叶凡杀死。是。
主人，花国已经发射2枚核弹，预计15秒后到达这里。真是小心啊！1枚还不够，竟然还发射2枚。什么情况？叶神他在看什么？没穿裤子！你们好歹毒的心思，把叶凡骗过去救你们，你们竟然发射核弹，想要杀死叶凡，简直是狼心狗肺、丧心病狂！什么？核弹？我明白了，他们4国总督联合发布声明，不仅是为了把叶凡逼过去打怪兽，他们还想同时杀了叶凡。妈的，这群杂碎，每次都玩这种阴险的把戏，老子跟他们拼了！张部长，话可不能这么说。我们总督应该也是见刚才叶凡被那怪兽的火焰笼罩，以为叶凡要死了，才迫不得已发射的核弹。你要知道，核弹一旦落下，我们樱花城所有居民也一起跟着陪葬了，不是没有办法。我们怎么会出此下策？没错，要怪就怪叶凡太垃圾。他要是来的第一时间就解决那头怪兽，我们总督肯定不会发射核弹了。这次老子不留手了，一定要弄死花国的杂碎！叶凡，你一定有办法，不会就这么死了，对不对？真闹腾，先把你解决了吧。让你尝尝我的光剑吧！在绝对的力量面前，任何阴谋诡计都形同虚算。接下来，该我清算了。女娲，先让大家看会儿表演。是，主人，已将视频投上到全世界所有电子屏幕。现在那个最后人类节目不是还开着？只要我们几个联合在上面恳求叶凡出手，你们觉得他能不出手吗？他如果不出手，就是站在全人类的对立面，他就有正当对他出手，甚至要求他交出他手里的技术。如果他出手，无论他能不能打怪兽，都要死。事情的真相你们也都知道了。既然他们要杀我，那我杀了他们，应该很合理吧？4国总督不顾怪兽肆虐，不顾普通居民生死，毫无底线，他们该死！没错，他们该死！当然，不管你们认为合不合理，我都会杀了他们。总督，我们所有导弹和防空系统全都瘫痪了，只有1枚导弹发射了出来，朝着总督府射来了。总督，实验室所有出入口全部被封死，且自动启动了自毁程序。叶凡，叶凡饶！叶凡，经过蓝星联合组织决议，特授予你人类之光勋章，由我代为颁发。多谢元帅。不必谢我，这是全人类授予你的，也是你应得的。主人，第2批泰坦巨兽来了。元帅，我去就回。诸位，等我回来。